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rea 02潮流值日生，我是 You。你喜欢球鞋吗？如果你喜欢球鞋，你小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球鞋买不起、买不到，甚至已经被你遗忘了呢？那长大后的你有没有把这些鞋子买回来呢？今天 Area 02潮值日生邀请到2位特别来宾，要来跟我们分享那些小时买不起、长大买回来的球鞋。我们一起看下去 ，Let's go。首先呢，当然欢迎我们潮值日生的主持人 ，A.K.A 台湾球鞋行动百科杨艾伦。大家好，我是艾伦。好帅！又见面了，牙齿好白。再来是第一次在频道上出现哦，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台湾第一的女鞋头陈南希。大家好，我是艾伦的女朋友。好，那首先当然不免俗啊，要讲球鞋，那当然是要先从源头开始讲起啊。那想先问南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球鞋的？应该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蛮有兴趣的。大概是高2的某个礼拜2的下午。What？ 哇，为什么是要去礼拜下午？没有啊，就是高中2年级。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嘻哈音乐，然后很喜欢阿姆啊那一挂的人，就是很 Slim Shady。对，然后就是 MP3 里面。对，我说我知道很老。MP3 里面都是会放那些那种什么嘻哈金曲什么的，所以你会有亚瑟小泽一有，然后我又很喜欢看他们的 MV， 然后因为 MV 里面的那个女生都会打扮的很，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觉得很潮的样子嘛，就是以前因为在那种接触到饶舌以前，其实大家对女生的印象都是很，那时候台湾高中生是比较喜欢日系。裙子啊、纱裙啊或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看到 MV 的时候就被那些女生帅到，就是她们都穿 Air Force 的全白的，或者是一些什么 Timberland 黄靴啊什么，就觉得哇太嘻哈了吧，好帅，就觉得这样特别。 Nike 老师时期。哦，对。那艾伦呢？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艾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一开始就是高中，确实也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刚好李元素文化，然后陈冠希啊这些人，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巅峰的时候，然后刚好身边的同学，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念设计，然后念美工科，所以相对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哇很酷，然后竟然被感染。虽然我们学校就只能穿白色球鞋，我高中的时候会穿 Air Force One， 一开始的时候高1、高2。那你有经历过贴钻的时代吗？当然要啊，勾勾一定要贴满钻。对，施华洛世奇水钻，对，没错。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后来看到其他球鞋之后，我缤纷的球鞋，然后我就开始不行，我一定要买一双这么棒的球鞋。而且我跟你讲，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我们高中没有像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当然，你高中的时候应该还是 BB 扣，对，所以因为没有智慧型手机，所以也很无聊，所以我们就也都会花时间去钻研，然后那时候就很爱去骑摩拍卖，一直打。就是现在流行什么罗志祥卓、冠希卓，对。现在根本没有这些，你讲这些东西，小朋友不会知道。对，就是现在资讯比较好获得。现在是被动的接收，以前是主动。对。好，那2位有这个基准值之后呢，那不免俗一定要来看 Area 02的网友们都说哪些鞋款是他们从前的鞋款。第一个回答，竟然有网友说是 The Ten， 直接晕掉。其实这答案跟我蛮相近的啊。对啊，就我也是看我同学穿 Travis Scott 才知道球鞋的啊。对啊，对，就是 The Ten 鞋 Ten 之后呢，那下一双鞋款呢，其实是 Air Jordan 1的 Chicago 芝加哥。那芝加哥算是非常元祖的鞋款啦。那就是2位艾伦或南希有本来有想收，还是你们其实有？我很想，一直很想，到现在都还很想，但是一直没有。我觉得我买鞋好像是很看机会，就我不会我好像很少主动想要去买。如果就是很随缘，就是比如我很想一双鞋，我可能就到处问啊，就问啊，如果没有就算了这样。对，然后这一双是我一直都问不到的，对，就是我的尺寸。那买不到要不要问旁边那一位？我没有买到，我也没有买到。毕竟这球鞋其实不是我年代啦，就是当然它复刻过很多次，但第一次1985年的时候，毕竟我还没出生。我也还没，好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直知道这双球鞋的存在，可是它其实跟我一直没有这么大的连接，是直到近几年，就是包括上一次 Jordan 红的时候，Jordan 球鞋红的时候，还有最近其实这1、2年就是 Dunk 或者是这些 Low Tech 球鞋鞋款回到大家的视野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其实很想要去收，可是真的
你要去找到可能1994或是1985那些版本，其实真的太贵了，就是真的买不下手。在这一双鞋子之后呢，然后下一双今天也有可能会介绍到，那其实就是EDC Team 陈冠希的《死亡之吻》。哎呀，艾伦感觉好像很多话想要抒发。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你会带这双来啊，哎呦，我破梗了是不是？你说我是不是？对啊，你一定会带啊，所以我就没有带啊。看完刚才广大的网友分享他们小时候买不到的鞋款，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艾伦跟南希到底有哪些鞋款会推出来呢？我们一起看下去。那首先呢，先从南希开始好了。你觉得你在追星的这个类别会拿出什么样的球鞋？这样1、2、3，噔噔。刚刚讲到，刚刚讲到的鞋子。对，我好像蛮多鞋子都是因为追星，可是我追星不是说比如说谁设计的，或者是谁发售的等等的。我追星是因为某个人他穿这双很好看。他穿的样子，然后或者是他的理念让我觉得想要买这样子，然后这双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追的星就是陈冠希这样子，然后是因为就刚刚讲过嘛，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买不起，对，那个时候一推出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个价钱我就默默的小的我在心里许下了一个小心愿，就是我20年后10年后长大后有钱，我一定要把它买回来，对。之类的，这样，所以就终于有机会，还听到还有复刻，而且又是这种经典的配色，所以我就二话不说去买了。但是虽然像艾伦讲，它还是有点细节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是买一个情怀这样子。两位要不要对镜头里面比个 C？ 对，这姿势应该很经典。好吧，现在换艾伦的部分。回到未来，它就是 Hyper Dunk 回到未来的配色。小时候毕竟本人就是一个 Kobe fan， 所以。这是2008年的时候出的鞋子吧，然后它就是用 Nike 回到未来里面那双 Air Max 的配色去衍生出来的一个 Hyper Dunk 篮球鞋。Hyper Dunk 其实也是代表了 Nike 在2010世代的08到15世代的一个主力篮球鞋款的 Hyper Dunk， 然后 Hyper Fuse、Hyper Max 等等的。然后它其实是2008年出的，但是它的鞋名叫做 Hyper Dunk 2015。是它的配色名称。为什么叫2015？也是因为回到未来2里面的时空设定就是在2015年，所以 Nike 特别就是把用回到未来2的概念，然后移植到这个篮球鞋上面。Kobe Bryant 2K4、2K5，然后到 Hyper Dunk， 其实都是我就是成长过程当中的回忆啊，对啊。所以真的追星的话，我没有追到 Jordan， 所以我没办法买 Chicago One， 我就买 Hyper Dunk 咯。那我们现在先讲到爱情啊，对，高中学生时代应该就是爱情的回忆应该就是最重。然后可能就是会想到喜欢的某个人脚上那双鞋子，或者是为了某个人去买某一双鞋子这样子。然后当然男系的部分代表千万少女，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要讲初恋，所以他就说爱情主题的话，我就想到这双，因为我跟我的现任男友第一个聊天的话题就是这双鞋。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我穿这双鞋的照片，然后他就密了我说，就是他也很想要，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它很耐穿，就是我下雨天穿或者什么穿，就是它都不会看起来太脏，它不会，就是它很耐穿，而且它很好搭啊，而且鞋带有个可爱的，对，是麻绳的部分，麻绳理工。好，那艾伦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说实话，人家讲爱情，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共鸣啦，对啊，毕竟本来一直单身至今啊。我看到那个访问题目的时候，其实我马上联想到，就是因为其实我真的讲到爱情，我就真的很喜欢粉红色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双鞋在我就是应该也是2-3年前的时候买的吧，然后它的粉红色又加上我非常喜欢空内garçon这个品牌，所以这是我就马上想到这双鞋子，然后所以我就今天就选择带它来，所以。这也代表着我某一部分的爱情，所以我就选择它。陈南希也有这双鞋，然后其实我们很多个朋友都有这双鞋啊。然后它最酷的地方是它的下面的虽然很脏啦，就是因为 Air Max 就是它 Air Max 180，它就是中间就是这边是一个很横跨的气垫，然后你看它都已经发黄了，而且它这边都会粉掉。对，然后这边都会掉漆，大家这边都掉漆，所以这就是我的爱情鞋款啊。就是跟陈南希的情侣鞋。我高中的时候第一双球鞋不是这双，就是我第一双球鞋其实是 Nike 的 Dunk Low Pro B 的 3M， 就是整双灰色配白色的 3M 反光。然后其实 3M 反光在反正2000年中期非常非常的火热，然后那时候
其实买了2双鞋，然后因为买 Download Pro 是因为比较符合校规，比较可以穿。那这双鞋其实是我在西门町看到，然后它就挂在橱窗那边，它是 Automos 跟 Nike Free Trail 5.0。然后这双鞋子它其实出了另外一个配色，然后它这一双鞋最酷的是它上面的蛇纹全部都是会实验反光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它会车灯照到它会整个花光。而且它配色好可爱哦。对啊，它就是带有一种 outdoor 感。然后它是当时 Nike 的主力技术，慢跑鞋的主力技术就是 Free 系列，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然后这几乎已经快要是 Free 的赤足系列的可能最初期的东西了。然后我此生第一双的球鞋，如果是高中时期的 Air Force One 不算的话，就是真正自己花比较多金额去买的话，就是AJ6 Kamai 配色，对，然后那一双是我唯一一双买了2双的。哇！因为它一双粉掉了，然后粉掉之后，我居然还花钱买了同一个配色第2双。我就是那个时候买乔丹的时候，我喜欢它的鞋子的设计，跟它的本身，因为它穿起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很90、很 OG， 然后我就是喜欢啊，所以我就买了，那是我第1双 Jordan。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是存钱买的，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很贵，但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真的，我那时候是买6000块，我那时候觉得贵爆了。哇塞！现在买的现在要6万，对，现在6万，我们还会觉得好像蛮合理。可以啊，想一下，价值观崩坏耶。这2位其实算是台湾目前很多年轻世代的都效法，甚至已经可以说是效法跟模仿的对象了。哇，压力好大。你们其实已经算是还没吗？刚刚脸都不敢动。压力好大，不敢。如果你们是想对年轻世代的同学们去介绍鞋子的话，你们自己会想要推哪3双？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刚刚开拍前我跟艾伦有讨论过，然后就意外的发现我们居然都选了一样的球鞋 Top 3，对，然后第1双我自己就是觉得是，当然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Virgil， 对，然后我会选这双是因为这是他的最近的一次的联名，然后 Dunk， 然后他是出了50双。对，然后其中一个配色这样子，然后虽然那个时候出的时候大家也说，这不是就是上一次的啊？对啊，不就是一样的啊？这50双有什么不一样？鞋带颜色不一样可是其实就是像Virgil的名言嘛，他就是说任何的商品只要动了几%，3%，对，3%理论，对，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的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对，传承他的精神跟他的理念这样子。然后随着他的骤逝，然后我觉得这双鞋格外的有意义啦。可能你要说 Kanye West、Pharrell Williams 或是 Nigo 这些人，其实我认为啦，这是我们成长阶段的事情。但其实我们认为现在是东大 House 的时代，包括 Virgil， 包括 Matthew Williams， 包括可能 Salah， 包括 Jerry Lorenzo 这些人，就是以前东大 House 的人，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改变这整个产业的事情。对，所以像我手上拿这双 Off-White 2代，那当然1代 Chicago 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没办法，其实已经摸不到的地方了。那现在你可能还有机会再看到就是2代，其实2代也很久没有复刻了。然后他其实用了这一次，我觉得很酷的是，所以他在中底上面其实是故意做那个，就是像老鞋子粉掉的样子。你看，你是只要想到鞋带上面有印着这个字，鞋带，你就知道这就是 Virgil 做的东西，你就知道这是 Off-White， 这是 The 10， 你就知道这是 Nike 跟 Virgil 的连成，对啊。这样夸他就是很他没有忘本，他一直去努力把他喜欢的次文化去融入在他的设计里。球鞋故事百百种，人买的球鞋也是百百种。如果你看到喜欢的球鞋，千万别犹豫。如果你还来不及买球鞋的话，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收到你自己喜欢的球鞋。不管你是喜欢讲古的人，还是你喜欢现在球鞋的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也跟我们一起喜欢球鞋的话，相信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共同语言。我们是 Area 02潮流值日生，我们下次见，拜拜。其实也是高中我高中的时候，因为同学都穿 Travis Scott， 所以没有啦。对啊 ，Travis Scott， 我同学都穿 Travis Scott， 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看他们的鞋子很酷，我就很想。你是读什么社会大学了？老人大学？因为我只是想要制造一个我们的年龄悬殊很大而已。我高中的时候也那个啊。好好想哦。想不到。